1980年，伊朗沙漠的一场沙尘暴不僅埋葬了8名美軍特種兵的生命，也成了美國五角大樓心中永遠的痛。那場被稱為鷹爪行動的慘敗，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世界，傳統的直升機飛不遠，而傳統的運輸機拉不下。這種絕望的戰術空白，使得美軍產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：能不能把飛機和直升機縫合在一起？於是 V-2 魚鷹誕生了。它的出現不是為了炫技，而是為了復仇，為了不再重演沙漠裡的悲劇。但誰也沒想到，這條路竟然跌跌撞撞走了整整30年。這台打破了物理規則邊界的天空變形金剛，真的值得美軍付出這一切嗎？究竟是什麼樣的戰術誘惑，能讓五角大樓無視數次機毀人亡的慘劇，硬着頭皮也要將它送上戰場？要理解 V-2 魚鷹為何會誕生，我們必須將時鐘撥回1979年。那一年，伊朗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伊斯蘭革命，激进派占領了美國驻伊朗大使馆，66名美國外交官沦為人質。這場危機成為了卡特政府的噩夢，也成為了美軍特種作戰史上最黑暗的一頁。為了營救人質，美軍制定了代號為鷹爪行動的絕密計劃。按照設想，這是一次精密的特種突襲，但在執行過程中，美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技術瓶頸。當時美軍使用的 IH-53D 海種馬直升機，雖然載重能力尚可，但其航程短、速度慢、機械可靠性差的缺點，在伊朗廣袤的沙漠和複雜的氣象條件下暴露無遺。1980年4月24日，行動展開，但在沙漠集結點沙漠1號，沙塵暴嚴重影響了直升機的運作，機械故障頻發，最終導致一架直升機與一架 C-130運輸機在地面相撞，8名美軍精銳當場喪生，行動被迫取消。鷹爪行動的失敗，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美國軍方，傳統的直升機無法滿足遠距離高速度的特種突襲需求，而固定翼運輸機雖然飛得快飛得遠，卻無法在目標建築附近垂直降落。美軍迫切需要一種能夠融合兩者優點的新型飛行器，它必須擁有涡降飛機的航速和航程，以覆蓋中東或太平洋的廣闊戰區，同時又必須具備直升機的垂直起降能力，以便在任何惡劣環境下投送兵力。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戰術需求驅動下，美國國防部提出了多軍種先進垂直起落飛機計劃。1982年，直升機領域的巨頭貝爾公司與航空業霸主波音公司強強聯手，決定挑戰這個航空工程學上的超級難題。1983年，雙方簽訂了初步設計合同，這場長達30年的研制馬拉松就此拉開序幕。V-2 魚鷹的設計理念在當時是革命性的，甚至可以說是瘋狂的。它被定義為輕轉旋翼機，這意味着它不再是單純的飛機或直升機，而是一個全新的物種。與傳統飛機不同，魚鷹的翼尖掛載了2台巨大的發動機短艙，這不僅僅是發動機，更是整個飛機的靈魂所在。這2台發動機可以帶動2具直徑極大的3葉旋翼，其核心技術在於輕轉二字。直升機模式，當發動機短艙向上旋轉90度，垂直指向天空時，巨大的旋翼就像直升機的主旋翼一樣產生升力。此時魚鷹可以原地、垂直起飛、懸停、後退或側飛。過渡模式，當飛機升空後，發動機短艙開始向前輕轉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旋翼產生的升力逐漸轉化為向前的推力，而固定机翼開始產生升力，這是飛行中最危險、控制最複雜的階段。固定翼模式，當發動機完全水平時，魚鷹就變成一架標準的雙發渦降飛機。此時，它的時速可達509公里，是傳統直升機如黑鷹或阿帕奇速度的2倍以上，最大航程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628公里。為了實現這一功能，貝爾和波音進行了明確的分工。貝爾公司負責那一套極其複雜的機翼、發動機短艙、螺旋槳旋翼裝置和傳動系統，而波音則負責機體、尾翼、起落架以及綜合電子設備。魚鷹最令人稱道的設計之一是其傳動軸系統。如果一側的發動機在空中停車，飛機會立刻墜毀嗎？不會。設計師在機翼內部安裝了一根貫穿左右的同步傳動軸。如果一台發動機失效，另一台正常運轉的發動機可以通過這根軸同時啟動左右兩邊的旋翼。雖然動力會減半，但足以保證飛機安全迫降，這極大提高了戰場生存率。作為一款主要為海軍陸戰隊設計的飛機，魚鷹必須能夠在寸土寸金的2棲攻擊線上生存。為此，它被設計成了世界上最會變形的飛機。當任務結束降落在甲板上時，魚鷹可以在不到2分鐘內完成變形。首先，旋翼葉片會自動折疊，像收攏的雨傘一樣。接着，整個機翼會順時針旋轉90度，與機身平行。這使得一架翼展14米，連同旋翼寬達25.8米的龐然大物，瞬間變成一個緊湊的長條狀物體，極大節省了艦船的挺機庫空間。儘管設計理念先進，但將圖紙變為現實的過程卻充滿了災難。
V2的研制過程幾乎可以說是美軍航空史上最坎坷的項目之一。從1983年簽訂合同到2006年正式服役，中間跨越了20多年，期間伴隨着無數的技術故障和致命事故。自量產之日起，魚鷹就仿佛被厄運纏身，在早期研發和測試階段，它發生了多起機毀人亡的慘劇，甚至一度被媒體和批評家冠以新一代寡婦制造者的惡名。1991年與1992年這2年裡，原型機在試飛中多次因控制系統問題和引擎故障墜毀，暴露了問題，也積累了寶貴數據。2000年馬拉納災難，這是魚鷹項目面臨生死存亡的一刻。2000年4月，一架載有19名海軍陸戰隊員的 V22 在亞利桑那州馬拉納機場進行夜間降落訓練時突然墜毀，機上19人全部遇難。調查結果顯示，事故原因是飛機進入了渦環狀態。簡單來說，當直升機下降速度過快且前進速度過慢時，旋翼會陷入自己產生的下洗气流涡流中，導致升力走失。雖然傳統直升機也會遇到這個問題，但雙旋翼的魚鷹一旦一側進入渦環狀態，飛機就會瞬間翻滾失控。同年12月，打擊再次發生，僅幾個月後，又一架 V2 在北卡羅來納州因液壓系統故障和軟件問題墜毀，4名機組人員喪生。這2起重大事故導致 V2 項目被全面叫停。美國國防部內部爆發了激烈的討論，當時的國防部長切尼甚至試圖完全砍掉這個項目，認為他花錢太多，問題太多。然而，海軍陸戰隊的堅持拯救了魚鷹，他們太需要這款飛機了，因為他們收購了老舊的 CH-46海上騎士，那種二戰時期技術底子的直升機已經無法適應現代戰爭。但是問題不能不解決，經過長達數年的重新設計、改進液壓系統、優化飛行控制軟件，以及對飛行員進行針對渦環狀態的嚴格訓練，V2終於走出了死亡陰影。工程師們增強了飛機的冗餘度，並規定了嚴格的飛行包線，禁止飛行員在特定條件下進行激进的下降操作。2005年 V2 完成了最終評估，並於2006年正式列裝部隊。雖然魚鷹最終服役並證明了自己的戰術價值，但它帶來的經濟代價是驚人的。V22 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旋翼機之一，單機成本超過1億美元，這還僅僅是裸機價格。相比之下，一架黑鷹直升機價格僅為其幾分之一。更令人啧舌的是它的飛行成本。根據五角大楼的報告，魚鷹的每小時飛行成本極高，甚至超過了許多噴气式戰鬥機。這主要歸咎於其複雜的機械結構，那一套能旋轉的發動機短艙和傳動系統，內部充滿了精密的齒輪、液壓管路和電子元件。在沙漠環境中，沙塵對這些精密部件的侵蚀是致命的。美國軍方原本預計發動機壽命約為600小時，但在實際使用中，發動機壽命剛超過200小時，就需要大修或更換。這直接導致了運維成本的倍增，每飛行1小時，美軍就要燒掉數萬甚至10萬美元的維護費用。這種挥金如土的特性，使得 V2 成為了美軍後勤部門最頭疼的裝備之一。同時，複雜的結構必然帶來維護的噩夢。2007年至2010年間，海軍陸戰隊的魚鷹任務完好率僅為 53% 左右，這意味着在任何時刻，幾乎有一半的魚鷹都趴在地上等待維修。儘管隨着地勤人員經驗的累積，這一數據有所提升，但相比於結構簡單的傳統直升機，魚鷹始終是一個嬌貴的千金小姐。儘管缺點明顯，但 V2 帶來的技術優勢是不可替代的。它衍生出了多個型號，滿足了美國海陸空三軍的不同需求。首先是有着陸戰隊的戰場巴士美名的 MV-22B， 這是生產數量最多的型號，主要裝備美國海軍陸戰隊。它的任務很直接，從2棲攻擊線上起飛，將海軍陸戰隊隊員快速投送到內陸深處。海軍陸戰隊用它換掉了老舊的 CH-46海上騎士和 CH-53D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， MV-22B 展現了其價值。它能夠讓美軍避開地面路邊炸彈的威脅，以極快的速度将受傷士兵運往後方醫院，極大縮短了黄金救援时間。在突擊運輸中，它能讓陸戰隊在敵方防空火力反應過來之前完成急降。其次是空軍特種部隊的暗夜利爪 CV-22B， 這是美国空軍特种作戰司令部使用的型號，專門用于深入敌後執行滲透、撤離和救援任務。與陸戰隊型號不同， CV-22B 加裝了地形跟蹤雷達，更多的燃油箱以及先進的電子對抗設備，這使得它能夠在漆黑的夜裡貼着地面起伏高速飛行，躲避雷達探測。它計劃具備在接收任務後24小時內抵達全球任何地點，特別是亞非大陸執行任務的能力，且不需要依賴前線機場，這是對全球快速響應戰略的完美詮釋。最後是航母的超級快遞 CMV-22B， 這是海軍採購的最新型號，用於取代 C2灰狗運輸機，執行航母戰鬥群的艦上運輸任務。它的主要職責是運送發動機、人員和郵件。
相比於 C2， 魚鷹的優勢在於它可以直接降落在護航的驅逐艦或兩棲艦上，而不需要再次轉運。不過 V2 的改造之旅還沒有結束，電子戰型號、預警機型號、總統專機型號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沒有它實現不了的功能。站在21世紀的視角回望， V2 魚鷹到底是一款成功的武器，還是一個昂貴的錯誤？毫無疑問， V2 改變了現代戰爭的節奏，它將戰場的空間跨度拉大了。以往直升機突擊只能覆蓋100到200公里的潛進縱深，而魚鷹可以輕鬆發起500公里甚至更遠的蛙跳戰術。在利比亞撤僑、菲律賓救災以及中東反恐行動中，魚鷹的高速性能讓它總能比直升機先一步到達現場。對於分秒必爭的特種作戰和醫療後送，這種速度優勢就是生命。而 V2 最大的貢獻在於它驗證了輕轉旋翼這條技術路線的可行性，它證明了人類可以造出一種既能懸停又能高速巡航的機械。正是有了 V2 積累的數十萬小時飛行數據，才有了後來更先进的輕轉旋翼機。貝爾公司並沒有止步於 V2， 他們正在研制下一代輕轉旋翼機 V280 鷹勇。V280 吸收了魚鷹的所有教訓，它的發動機不轉動，只轉動傳動軸和旋翼，大大簡化了結構，降低了故障率和維護成本。目前 V280 已經贏得了美軍未來遠程突擊飛機的競標，將逐步取代傳奇的黑鷹直升機，這可以說是 V2 魚鷹精神的延續與升華。此外 V44 則是貝爾公司對未來超大型四氫旋轉翼機的一種構想，雖然目前僅停留在圖紙階段，但展示了這一技術路線的無限可能。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魚鷹的陰暗面，直到今天關於其安全性的爭議仍未停止，高昂的造價擠占了其他裝備的預算，複雜的維護讓地勤人員苦不堪言。每一次墜機事故都會重新引發公眾對其可靠性的質疑。它是一款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的裝備，優點極致，缺點也極致。在各種各樣的飛行器中， V2 魚鷹注定將以離經叛道者的形象載入史冊。它是工程師對物理極限的挑戰，是軍方對全能戰士的渴望。它既是天使，能在災難中從天而降帶來希望，它也是魔鬼，曾因故障頻發奪走無數試飛員和士兵的生命。它揮金如土，卻又無可替代。從1980年伊朗沙漠的殘骸中走來，經歷30年的磨難， V2 終於在天空中佔據了一席之地。它或許不是一款完美的飛機，甚至帶有濃厚的悲劇色彩，但它成功地推開了一扇門。在它身後， V280 以及未來無數的垂直起降飛行器正沿着它開闢的航線飛來。這就是魚鷹的故事，一場關於速度、夢想、代價與妥協的故事。在這個故事裡，只有人類對征服天空永無止境的探索。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